王爷，我先抵达城门，我赢了。说吧，想要什么？那就替我夫君求个情面，劳王爷在朝堂上多关照他。连这都要为他求，他有那么好吗？6年前大婚时传回我父亲战死沙场的消息，他为全我孝道，放任我带孝出征，如今归来是要赤诚相报。可你在边关立下的惊世战功，足以名留青史，当真甘愿回归后宅相夫教子啊？将你九死一生得来的战功，都给一个男人换取仕途，值吗？夫妇一体，我的荣光便是他的荣光，还望王爷为我保命，我不想他受人非议。有妻如此，陈世恒真是好命。天色不早了，王爷快些回府吧，就此别过。好。思远，今日是你5岁生辰，快吃长寿面。这些年委屈你们了。明仪出征已有6年，待他战死，我便扶你为正妻。就怕他哪天突然回来了。那也无妨，这几年我凭着自身努力和你父亲暗中扶持，年年晋升。前几日岳父告诉我，很快我就能升任3品户部侍郎。明仪不过是粗鄙军户出身，他便是回来了，我也无需再惧他。就是，我哥可是状元郎，朝中新贵，何须看他脸色？他爹一个杂牌将军都死了6年了，他一个武将姑娘，早便没了依仗。赤红如今已在朝中站稳脚跟，他若回来，寻个由头，直接休了他便是。你再等等，我很快就能扶你为正妻。我一直都相信夫君，待你扶正，思远和思瑶便是嫡子嫡女了。赤红又即将擢升为户部侍郎，简直就是双喜临门。今日定要多赢几倍。我爹官位平平，可没这能力帮夫君擢升户部侍郎。他只是个赘婿，十分惧内。我从出生便是个见不得光的外室女，幸好我押对了宝，一定是夫君才华横溢，备受圣上赏识，这才能擢升。很快我就能做上官夫人了。终于回家了。不好了，姑娘回来了！什么姑娘？姑娘不好好在这儿坐着吗？难不成还有人敢冒充我不成？谁冒充谁？明义，不是说战场凶险有去无回，他爹都战死了，他怎么毫发无伤的回来了？夫君，他们是谁？怎么还有2个孩子？你就是明一。我是明一，你们是谁？怎么会在我家里？这是我母亲和妹妹。你母亲和妹妹不是远在平城吗？何时来京中了？我哥在京中立足了，自是要接我和母亲来享福。那这位是？我母亲，她是谁啊？来我们家做什么？母亲？你们家？雨棉是我的妾室，思远、思瑶是我与他的孩子。什么？我在边关生死杀敌，你在家中纳妾生子，陈世宏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你可知这是将军府，是我家！10年前陈世宏进京求学赶考，落魄的连住处都没有，是我父亲可怜他，供养他读书考取功名，还让我下嫁于他。他倒是真没见外，接来母亲妹妹不说，竟然还在我家纳妾生子。什么你家？你是独女又无亲眷，你既嫁给了世宏，那你的一切便都是他的。我们这是在自个儿家。就是，突然回来也不送个信，多冒昧啊！我回自己家，冒昧到谁了？好好一场生辰宴，都叫你给搅和了，扫兴！生辰宴？谁的生辰宴？原来今日是他们孩子的生辰宴。行了，现下说这些也无用，你先去找间客栈住着。让我去住客栈？府中统共就几处院子，你这突然回来也没空余的，只能去住客栈。将军府院子少，是因我父亲只我一个女儿，不需要太多院子，而不是你们赶我走的理由。你还想赖着不走不成？
这是我家，便是要走，也该是你们走。好啊，这就是将军之女的教养，一回来就要赶婆母走。世红，你听听。明一，你别太过分了。你还有脸跟我吼？谁准许你纳妾的？你久征在外，陈家难道要断了香火？再说了，世红是朝廷大官，马上就擢升三品户部侍郎，以世红的身份，3妻4妾实属正常。不是你一个粗鄙无女能指责的。他什么身份？当初我父亲没挑明，是想给他留几分颜面。怎么，你们心里还真没数了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意思很简单，你一个赘婿，没资格纳妾。谁说我儿是赘婿了？我们可从没答应。当初婚配时说的清清楚楚，你如今又来辱我是什么意思？你少揣着明白装糊涂，给你2分脸面，你还真就蹬鼻子上脸了。我父亲供你考取功名，分文聘礼未取，让我嫁与你，你以为是什么意思？我能考取功名，靠的是我10年寒窗苦读。是，你们是资助了我一些银子，但我也履行婚约娶你了，你还要如何？若不是他们父女携恩以报，我堂堂状元郎又怎会娶她一个粗鄙武将之女？如今她家道中落，我是涂正胜，还敢跟我摆谱，简直不知天高地厚。在你眼里，娶我是迫不得已，真是可笑，你简直狼心狗肺！亏我还想着弥补他，他根本不配。瑶瑶不怕，爹爹在呢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想把孩子都吓到了。姐姐，我不是来破坏这个家的，我是来加入这个家的。我什么都不跟你争抢，只求你能容下我们母子。6女，2个孩子，你还真是不争不抢。你别为难年面，他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，受尽冷眼欺辱。我若不保护他，他根本活不下去。如此说来，你纳他为妾，还成做好人好事了。我真是从没见过你们这般厚颜无耻之人。放肆！你瞧瞧你，一回来就闹得家宅不宁。这是我家，是你们闹得我家宅不宁。你别忘了，当初是你请我来将军府的。是，你是我请来的，但我可没请他们来，更没允许你纳妾生子。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难道你一直不回来，世红便要一直独身，让陈家绝后不成？你满京城打听打听，谁家容得下你这般善妒不识大体的儿媳？那你们也去打听打听，谁家赘婿做成他这般模样？你少胡说八道！我哥如今可是朝中新贵，仕途无量，马上便要升任3品户部侍郎，将来必定位极人臣。他怎么可能入赘你一个破落武将军户家？好一个朝中新贵，仕途无量！他们以为他的仕途能如此顺利，是靠他自己不成？这些年我和父亲的军功，当真是全喂了狗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也敢诋毁老爷和姑娘？反了你了！竟敢殴打主子！将军府的主子只有我，限你们7天之内搬离将军府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夫君，你没事吧？姐姐要赶我们走，这可怎么是好？反了反了，他竟敢掌掴我，果然是军户出身，粗鄙之极。将军府如今全是我的人，他做不了主。他若是再不识相，那我就修书一封，将他扫地出门。算了，世红，你可是宰相根苗，不至于为他一个不识大体的妒妇动气。他就是一时生气撒泼，想不明白而已。他也不瞧瞧他是个什么身份，区区一个粗鄙舞女，本来就配不上你这个状元郎。更何况你马上都要升任户部侍郎了，现在他那个将军爹也没了，他还有什么倚仗？以后这个家还不是要靠你？等他气消了，你好好哄哄他，他想明白也就不会闹了。咱们一家人还是要和和气气的。
尤其现在正是你擢升户部侍郎的关键时候，若是因他闹事而影响你的仕途，那可就得不偿失了。罢了，母亲说的是，我可不能因为这个杜甫撒泼而把我的仕途搭进去。姑娘，你的屋子被占用了，都给我扔出去！是。住手！谁准你们扔我东西的？哼！这是我的屋子，你再敢踏进去一步试试！我哥马上就是3品户部侍郎了，你一个没人帮扶的武将孤女，要是敢伤我，就等着被扫地出门吧！住手！你干什么？我们月禅将来可是要嫁入高门的，你敢让他破相，我饶不了你！母亲，大哥，他强占了我的院子，还要杀了我，简直不像话！你赶紧给月禅赔礼道歉，把院子还给他。有本事你们就来拿！她这凶悍模样与6年前娇俏单纯的小姑娘简直判若两人。我不喜你这样，太粗蛮了。瞧瞧你哪有一点大家闺秀、贤妻良母的样！以后不许再舞刀弄枪，每日晨昏定省，恭顺婆母才是你该干的事儿。到我家来给我立规矩，你们还真拿自己当回事儿了。听听，他这什么态度？列祖列宗都得给他气活了。明一，你过分了，给母亲跪下道歉，把院子还给月禅，否则别怪我不念旧情。你要态度诚恳，我还能让下人给你收拾一间客房，你还得赔我衣裳首饰。我是不是给你们脸了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从前给你的脸，今日都收回了。还敢打我哥？急什么？你也有。我今日非好好教训你不可！我可是你婆母，是长辈。明一，你都给我滚出府！之前我还想给你们时间搬出，现在我是一刻都不想给了。明日若是你们还在府中，那我便不客气了。母亲，明一她这性子，我实在哄不了啊。就是，这贱妇区区一个粗鄙舞女，家里都破落没人帮扶了，还敢这么对我哥这个大官，我哥就应该休了他。住口！哄不了也得哄，这世上的女人哪有哄不了的？如今你的仕途最重要，暂且忍耐下，等你仕途稳固，成了圣上面前的红人，以后还不是想怎么治明一那个贱妇就怎么治吗？姑爷这般负心薄幸，姑娘往后可怎么办？他既无情，我便休。姑娘要与姑爷和离？不，我要休夫。女子和离尚且不易，休夫怕是更加艰难。何况姑爷还有官职在身，那是因为自古女子身份太低。只要我站得够高，便没有什么做不到的。我不仅要把他们从将军府赶出去，还要让他这个状元郎背负骂名，受人耻笑，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，悔恨终生。没错，他们合起伙来欺负姑娘，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踩着我的一片真心当垫脚石，那我便让他明白，我能捧他入青云，也能摔他进泥沼。朕从前亲征边关时是明瑜父亲作陪，你亲征边关又与明瑜作伴，咱们父子俩还真是与他明家有不解之缘。只可惜，她嫁人太早。谁叫你自个儿不早些行动，叫人捷足先登了？他进宫几次，朕与你母妃都甚是喜欢。我想等时机合适，却忘了最好的时机是她想嫁人的时候。陛下，明将军觐见。宣，
臣明夜参见圣上，见过雍王殿下。起来说话。谢圣上。却是英姿勃勃，飒爽凛然，有你父亲的风骨。谢圣上夸奖。这几年边关战况交接，多亏你绘制破解，打得北敌节节败退，如此丰功伟绩，足以封赏爵位。但你要为夫婿求赏，不宜封爵，只能擢升他为户部尚书，朕已让吏部去办了。臣斗胆请圣上收回成命。嫌官阶低了？你要全他名声，便只能逐步擢升。若品阶再高，百官便有意义了。圣上和殿下误会了，臣是想为自己求封赏。你不为陈世宏求赏了？是，臣想了一夜，认为王爷说的有理。我九死一生拼杀来的战功，为他人换取仕途不值当，所以我要为自己请封，望圣上成全。是什么让他突然改变了主意？不管是何缘由，他能想通甚好。父皇，明将军乃我大昭第一位女战神，若封她爵位昭告天下，必能振奋军心与民心，也将北敌耻辱畏惧。朕本也有此意。北敌自称勇猛善战，如今却败给一个女子，定羞得他们100年都抬不起头来。父皇英明，有女战神震慑，可保边关数十年无忧。行，朕允了。你且先回去歇息，等圣旨吧。谢圣上，臣告退。只要请封成功，我便能有自己的府兵，到时惩治陈世豪一家子轻而易举。方才多谢王爷。良将难求，我只是不想将你埋没，继续为大昭效力。能为大昭效力，是我的荣幸。怎么突然想通了？只是突然发觉，与其把荣光寄托在他人身上，不如自身光芒万丈。这才是我认识的名义。我府中还有事，先告辞了，改日再宴请，答谢王爷。那我可等着了。你只管往前走，我会在身后为你荡平所有阻碍。主子，去查一查将军府发生了何事，能让他在一夜之间做出如此转变，必有缘由。姑娘面圣可还顺利？多亏了雍王殿下，在边关时，姑娘便与王爷默契神会，时常不谋而合，更是并肩作战无数。姑娘能大败北敌，也多亏王爷信任支持。怎么，你想换主子？才没有，我永远追随姑娘。他们还没搬走，我没去找他们算账，他们倒是自个儿找上门来了。听闻边关战事大捷，你与雍王立下赫赫战功，与你何干？一家人自是息息相关。你今日进宫面圣，圣上可有封赏？你们如此欺我如奴，还想要我的封赏，真是耻不下限。自是有的，很快便送来了。太好了，这下世宏又能擢升，又能得赏赐，可算是光耀门楣了。只要你能容下绵绵母子，昨日的事便既往不咎了。只可惜我没那么大度，你们今日既然还不搬走，那我必叫你们付出代价。世宏马上就要高升3品户部侍郎，你一个孤女没什么依靠，现在应该认清你自己的地位，才能在府中立足。将来他位极人臣，说不得还能为你请封诰命，那可是女子最大的殊荣。那我可就等着瞧了。等着吧，我会让你们知晓什么才是女子最大的殊荣。只要你懂事识大体，我心悦了便来你屋里歇息。今日高兴，我去吩咐厨房好生备桌席面。姑娘，你为何不告诉他们真相，让他们这般得意？得意好啊，得意到忘形再被打回原形，那才叫痛苦。还是姑娘英明。我要让他们明白什么叫乐极生悲。那我们接下怎么办？先休整一日，养精蓄锐。你们去准备点东西。
奴婢这就去办。我便知道明一心悦于你，再大的委屈睡一觉就过去了，回头你多哄哄他。我并不喜他，当初娶她便是迫不得已，入住将军府更是受人耻笑。如今我总算出人头地了，何须再放低姿态取悦他？他如今战功在身，圣上必有大赏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那她也只是个粗鄙舞女而已。再说了，绵绵和他父亲知晓后定会不悦。雨绵是外室女，无知无依，只能倚靠你，便是置气你安抚两句就是。至于他父亲，也不过是个看人脸色的相府赘婿，几十年了才做到吏部侍郎，将来仕途远不如你，有何可惧？可这些年他毕竟也暗中也帮扶了我许多，绵绵也为我生下了一儿一女。我省的，你告诉他们，等过2年明婿无用了，便以无所处的由头休妻，再扶雨绵为正妻不就好了？儿子明白了，还是母亲想的周全。思远，你要用功读书，将来像你爹爹一样高中状元，光宗耀祖。那我呢？你要做大家闺秀，长大后嫁入高门。爹爹，瑶瑶今天乖不乖？瑶瑶可乖了。那一会儿爹爹带你们出去买糖吃，你跟哥哥先去院子里玩一会儿。怎么了，夫君？出什么事了吗？今日早朝得知，雍王和明义大败北狄，立下了不世战功。姐姐也立了功。雍王说，此次大胜主要功劳在于明义，圣上对他大为赞赏。他竟有这般本事？是我们小瞧他了。他如今胜券正浓，必有封赏。我若在此时休妻，定会传到圣上耳上，与我仕途已和思远不利。明熙走过这般好运，没死在战场上就罢了，竟然还立了功回来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与母亲商量过了，只能暂且委屈你们母子，等过2年再寻机休妻。2年？还要等这么久吗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扶你为正妻的。待将来我位极人臣，定为你请封诰命弥补。我自是相信夫君，我只是担心他容不下我们母子。她一个武将孤女，无官无职，而我即将高升3品户部侍郎，她不敢拿你们怎么样。明义，你给我的羞辱我都记着，早晚休了你。主子，查到了。说，陈世宏好大的胆子！陈氏母子摆明了是欺负明将军无所依仗，想吃绝户。受了这般大的委屈，他竟然只字不提，孤苦伶仃的，不知被欺负成什么样。明将军倒也没那么软弱，昨日一回来就当场闹开，被欺负受委屈和反击是2回事。明日我便催促父皇早下圣旨，并查一查陈世宏，寻机弹劾。是，还有，挑选一批得力人手，送去给他当府兵。陈世宏不是其他无人可用，本王便让他知道什么叫雷霆之威。今日天气不错，让你们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吗？准备好了，现在就去吗？清理门户自是越早越好。姑娘今日要用什么？枪还是刀？把我父亲的流星锤拿来。好嘞。快去禀报老夫人和大人，姑娘又要闹了。我这就去。姑娘到了。这是将军府的库房，父亲多年战场拼杀来的奖赏都在里面。6年前我离开时，将钥匙给了陈世宏，这些年他们怕是没少挥霍挪用。如今我回来了，便不会再让他们取用犯罪。住手！你又想干什么？自是拿回我自己的东西。你要取用什么同我说就是，好端端的把锁砸了做甚？生锈了，砸了换把新的。是，姑娘。姑娘，新锁换好了，
这是钥匙。锁疾已换好，钥匙还是交给我保管吧，不劳烦了，我自己能收好。你不将库房交由我掌管，这府中上下开支如何打理？陈大人不是有俸银吗？府中上下这么多人，我哥的俸银哪里够？原来你们吃喝花的都是我的银子，所以你们这算什么？端着碗，一边吃饭一边骂娘。够了，明一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赶紧把钥匙交给母亲，否则我真生气了。别怪我没提醒你，志红马上就要高升三品户部侍郎了。你一个无官无职的武将孤女，最好识趣些。没了我的战功扶持，她还能高升？姐姐，自古女子出嫁从夫，你怎可如此悖逆纲常？按理叫你以犯妻出，足以将你休弃出门。休弃出门？你脑子没被驴踢吧？这是我家，要滚也该是你们滚。当初你父亲亲口所言，整个将军府都是你的嫁妆。既如此，你被休弃，嫁妆便归婆家所有。照你们所言，我该净身出户。没错，你现在磕头认错，把钥匙给我，还能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你们真是恬不知耻！你们如此做，就不怕天打五雷轰吗？放肆！主子说话岂有你们嫡女插嘴的份儿？他们的主子只有我，你们不配。你既不识相，那就别怪我了。来人，把钥匙抢过来！今日谁敢上前一步，我就砸破他的脑袋！母亲，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拿下！我看谁敢！圣旨到！圣旨，定是我儿升官封赏的旨意。这么久，终于来了。等着吧，待我哥当上户部侍郎，直接修书一封，将你扫地出门，让你这个粗鄙无女受尽世人唾弃耻笑。好啊，我倒要瞧瞧你们怎么把我扫地出门。陈世宏接旨。明侯爷，接旨吧。什么？还接旨？侯爷？什么侯爷？公公弄错了吧？哪来什么侯爷？是啊，将军府只有我儿一个男丁，怎么可能会有侯爷？谁说只有男子才能封侯了？公公这话何意？明将军在边关立下经世战功，圣上亲笔御封昭宁侯。什么？明一接旨。臣明一接旨。没想到圣旨来得这么快，如此也好，趁今日做个了断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尔明夷素有将略谋智过人，此次会破敌计，大败北敌，护佑边关安宁，功不可没。今特封尔为昭宁侯，赐诏命金印10亿千户，另赏黄金万两，府兵20。钦此。他竟然当真被特封为昭宁侯，那岂不是无论我怎么晋升，也不可能越过他去？往后我在朝中还怎么立足？女子封侯，从古至今闻所未闻，这怎么可能？侯爷，他竟然成了侯爷！女子怎么能做侯爷呢？陈明一谢圣上恩典。恭喜明侯爷，这可是史无前例的殊荣。有劳公公了。公公辛苦了，请公公吃盏茶。那就谢过侯爷了，告辞。女子怎么能做侯爷？圣旨一定是写错了。我不信，我要亲眼看一看。大胆，竟敢冲撞侯爷，质疑圣上！你个贱婢，竟又敢打我！我死了你！住手！哪有下人打主子的，简直无法无天！是啊，姐姐，夫君就月产一个妹妹，你怎么能让下人如此折辱她？哥，我好疼！明一，你太过分了！放肆！侯爷的名讳岂是你们能直呼的？你前日面圣回来说有赏赐，
不是为我求的。你如此欺我父，还想让我为你求什么？谁给你的？夫妇一体，你的荣光就是我的荣光。你既有功绩，不为我求封赏，却自己请封，像你的样子。我家姑娘原本的确是为你求封赏，吏部都已经着手在办了。可你们是怎么对我家姑娘的？竟还想休了她，霸占将军府，委实是恩将仇报，猪狗不如。误会，都是误会。气头上的话怎么能当真？哼，你们要是早些说明，又哪有这些事儿？早些说明，让你们继续踩着我往上爬，吸血吃肉，到我彻底无用了，再修书一封把我扫地出门吗？你们还真是打得一手好算。怎么会？我们是一家人，哪有什么算计？都是些口无遮拦的混话，你别往心里去。说到底，你也只是个女子，抛头露面的上朝堂，定会受人非议，还是回归后宅相夫教子才是正道。他若与我同朝为官，官阶还远比我高，满朝百官还不知怎么笑话我有何脸面见人？母亲说的没错，女子入朝为官，成何体统？我不许你这般。你去求圣上收回成命，改为我求封赏，我还能原谅你。是啊，姐姐，安于后宅，以夫为君，才是我们女子的本分。同样是女子，凭什么你能活得不一样？我不允许。非议？我乃千古第一人，天下女子的表率，何人会非议我？世人只会称颂我，赞扬我。正道，我守国门安疆土，以一身战功得封为侯，这就是女子立世的正道。相夫教子，你既无夫之能，又凭何要求我尽妻之责？我一刀一剑，九死一生挣来的荣光功名，岂容你们拿女子本分来旷述抹杀？你简直冥顽不灵，与从前判若两人。你如今这副嘴脸，也好意思跟我提从前？从前的他根本不是这般模样。我可有吵到你？没有，有你陪着，才不觉枯燥无趣。累了吧？喝口水。旁人都喜欢温柔娴静的大家闺秀，你会不会嫌我舞刀弄枪的太过粗鄙？你不是粗鄙，只是与寻常闺秀不同。在我眼里，你就是最好的，不必顾及他人眼光。你当真如此想？待我高中，我便娶你为妻，绝无二意。以前是他伪装的太好，我和父亲毫无察觉，现今本性毕露，只觉面目可憎，悔不当初。从前我纵容你，是因你只是喜爱玩闹，而今我官居三品，你还这般胡闹妄为，毫无半点贤妻模样，岂不叫人耻笑？让我怎么做人？是啊，明一，世宏可是状元郎，又是朝中新贵，将来仕途无量，你怎能损他颜面？太不懂事了。就是，我们陈家绝容不下你这样的儿媳。我将军府不，侯府也容不下你们这般卑劣无耻、忘恩负义之人。什么意思？你要赶我们走？我告诉你，不可能！没错，这是我儿子的家，就是我们的家。明一，你够了！你怎能赶我母亲和妹妹？他们都是我至亲之人。放心，你跟他们一起滚。你说什么？明日早朝我便请旨休夫，与你休离断亲，永绝姻好。你要休了夫君？如此也好，这样一来，我就能做正头夫人。我相信以夫君的才能，便是不倚仗名义，也早晚会位极人臣。狂悖！自古只有男子休妻，从未有过女子休夫之说。便是真要休离，那也是我哥休你，休我们侯爷。你也不怕说大话闪了舌头？我们侯爷是他一个三品侍郎休得起的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？我哥可是宰相根苗，文相武侯，便是他做到拜相，品阶也不及我，见了我依然要行礼。是他会拿爵位压我，可恶！姐姐，你怎可这般辱没夫君？实在是令人作呕。收起你虚伪的嘴脸，少在我面前惺惺作态。夫君，绵绵她柔弱不能自理，你别欺负她，有什么冲我来。少在我面前演恩爱情深，立刻马上带着你的爱妾子女、母亲妹妹滚出侯府。他如今恩宠正盛，绝不能在此时与他闹翻被赶出府。
爵位世袭3代，只要他死了，那他的侯位便是陈家的，绝不能放过。明一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步兵听令，谨听侯爷吩咐。把他们轰出去。是，侯爷。哎呀，我心口好疼！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，来人，快去请大夫，扶母亲回屋。我母亲要被你气出个好歹，你就等着被骂名吧。侯爷，这好端端的怎么突然就晕了？我看他就是装的，想赖着不走。无妨，我有的是法子收拾他们。先去把赏赐收拾安置好。是，这些个被主的下人。侯爷恕罪，我们也是迫不得已。不忠者永不再用，都赶出府发卖了。母亲，你先喝口水，大夫马上就来了。我没事。可您刚才都晕倒了。我要不晕倒，现下我们一家人还能在府里吗？现下得赶紧想个办法稳住明义，否则他怕是真要将我们赶出府。我瞧他今日这模样，是半点情分也不念了。哼，他如此欺辱，我委实厌恶透了他。不如我们就搬走算了，反正我马上就要升任户部侍郎了。万万不可！他如今有爵位在身，你根本休不了他。若我们搬出侯府，那便是你被休，传出去你还有何脸面见人？再则，那可是侯位啊，风光荣华无限，寻常人遥不可及，我们怎么能不要？是啊，哥，我们绝不能放弃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。可他铁了心要修理，我还能如何？夫君他已经百般容忍退让了，是姐姐一直咄咄相逼。以明一如今的身份地位，若不离开侯府，就永远只能做个妾，一辈子被他压着，我的孩子也无出头之日。还是绵绵懂我。我自是一切为夫君着想。你要真为世红着想，就该劝他哄好明影，这样我们才能在侯府立足，将来思远才能承袭爵位。让思远成爵，姐姐她怎么可能同意？他若终身无所出，这侯位自然就落到思远身上了。母亲的意思是，民间偏方甚多，想让他生不出孩子，有的是办法，甚至还可让他在生产时难产，一尸两命。到那时，荣华和爵位就都是我们的了。这样真的行吗？万一上面追查，做得隐秘些，叫人查不出来便是。圣上再看重他，也管不了。如此一来，他的侯位就是思远的了，我将来还能做上诰命夫人。夫君，你就听母亲的吧，她都是为了这个家好。是啊，哥，你就为了仕途和家族荣光再忍忍，有侯府做倚仗，我也能嫁得更好。都闹成这样了，我能怎么哄？你想想你从前是如何哄她的。你不去陪你的邻家小妹妹，来找我做什么？还生气呢？看看这是什么？我做了你最喜欢吃的桂花糕。你亲手做的？只给你一个人做，旁人都吃不着。尝尝，好吃吗？那往后我常给你做。真的只做给我一个人，不给你的邻家妹妹？我都同你说过了，她只是个邻人，我帮她是看她孤苦可怜，仅此而已，并无其他。那我就勉强原谅你。这是我。你练剑时英姿勃发，最为动人，与其他女子都不一样，我就喜你这般模样。当真？当真，你在我眼里是独一无二的，就怕她现今不如从前好哄。怎会？女人最看重感情，尤其重旧情，喜爱温柔小意。只要你摸清她的喜好，就没有哄不好的。那我试试吧。委屈你了，夫君。想想以后享不尽的荣华，这点委屈算不得什么。自古成大事者，皆是能屈能伸，不拘小节。我哥将来定然能位极人臣，名留青史。为了仕途和思远，我忍。明一，早晚我会向你讨回所有的屈辱。姑娘，赏赐都清点入库安置妥当了，叛主的下人也都发卖处置了。什么姑娘？改口叫侯爷？胆子肥了你，敢打趣我了？奴婢不敢，奴婢这是为侯爷感到高兴。
姑爷一家张口闭口三品侍郎，仕途无量，今日可是狠狠打他们脸了。侯爷的地位，常人一生无法企及，他们怕是不会放过侯爷这棵大树，想要修篱，恐艰难多迁。对，那老盆婆一看就是装病，想赖在侯府不走。不论老夫人是真病假病，侯爷若在此时请旨休夫，定会落人画饼，遭御史台弹劾。可恶，他们定是算准了这一天。既如此，那我就叫他们后悔无门。侯爷打算怎么做？他们不是赖着不走吗？那就让他们知道，侯府可不是这么好赖的。主子，说，魏公公到将军府传旨时，正赶上明将军与陈侍郎一家冲突。陈侍郎一家还扬言要休了明将军。圣旨宣读后，明将军意欲休夫，将陈侍郎一家赶出府。陈老夫人却突然病倒了。他要休夫？是，明侯爷想必是看透了陈侍郎一家人的嘴脸，失望至极。他能看透，想便又好。只是明侯爷刚被封侯，若在此时传出他弃病婆母，还强行休夫赶走夫家，于他大为不利。哼，陈老夫人这病来的可真是时候，真拿人都当傻子了。陈家铁了心想赖在侯府，明侯爷怕也束手无策。那可由不得他们。既然他们想装病，那就好好治一治。侯爷穿上这一身，真是英气威风，飒爽无双。今日是侯爷第一次上朝，定要收拾的精神些，叫满朝百官都瞧瞧咱们侯爷的风采。我是去上朝，不是去示威。女子封侯何等荣耀，就是要叫所有人都好好看看。你们再收拾下去，我怕是要迟到了，到时威风可就变笑话了。好了好了，侯爷快出门吧。你来做什么？我等你一同上朝，还特意早起做了你最喜欢的桂花糕，路上可垫垫肚子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要我帮忙吗？不用，小馋猫，等着吃就行了。好啊，你可突袭我！好了吗？小心烫。好好吃，比一品斋卖的还好吃。你喜欢以后我都给你做。未来状元郎做的点心，吃了我是不是也能学富五车？不需要学富五车，你只要开心就好。现在要尝尝吗？刚出锅还热着。我已经不喜欢桂花糕了。他以为我还是当年的小姑娘，什么事都能用一块桂花刀哄好，可笑。又是这副模样，每次哄他都端着架子高高在上，令人厌恶之极。众爱卿，平身，谢圣上。由来金国甘心寿，何必将军是丈夫？你明家满门忠，你父亲在天有灵，见到你此般模样，定蔚然为傲，九泉一安。明将军一生戍守边关，枕戈待旦数十载，若知晓明侯爷承其忠志，封侯耀门，定绝无憾。是啊，明侯爷当真是虎父无犬女，巾帼不让须眉，令我等大为震撼。明侯爷如此英武卓绝，不仅为天下女子楷模，亦为男子表率。没错，我等由衷敬佩。此次封侯与我大招意义非凡，后续宴礼由礼部操办，定要一致隆盛，昭告朝野。感觉如何？甚好，为官自立，远胜倚仗他人，得人敬仰，亦远胜仰人鼻息。陈家那一家子合谋算计你，为何不与我说？家丑私事，告诉你也无济于事，不过是徒增烦忧罢了。况且，家丑本就不可外扬。你拿我当外人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觉得这些糟心事没必要烦扰你。他这话什么意思？
是想说他是我的依靠吗？过几日侯府礼宴，陈家怕是又要传奇生事，你当心些。嗯，也别太担心，有我在。他看起来与雍王很是亲近，难道他们……今早入朝便见明侯与陈侍郎未曾同路，此番下朝二人也是各行其道，莫非是夫妻失和？我府中雅人有个亲眷在明侯府上当差，说陈侍郎竟背着明侯纳了妾，还生下了一子一女，竟有这等事，实在太过分了，难怪明侯对他这般冷淡。可不是，一个赘婿竟敢背妻纳妾生子，摆明是欺负明侯无人撑腰。朝这做派，莫非是想吃绝家？极有可能，不过他千算万算，没料到明侯竟带着公妻归师得封为侯，这下可是得不偿失了。我便知明于封侯入朝，我会遭人耻笑。可恶！现下府中情况如何？绵绵母子三人可有受欺负？我会尽力护住他们。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我要赶紧擢升。吏部的任书何时下达？下达不了了，人书撤回了。什么？不是说我擢升户部侍郎之事已是板上钉钉吗？我也不知为何，前几日圣上传下旨意，欲晋升你为户部尚书，正在忍命书呢，不知为何又突然撤回了。我家姑娘原本的确是为你求封赏，吏部都已经着手在办了，可你们是怎么对我家姑娘，竟还想休了她霸占将军府，委实是恩将仇报，猪狗不如。原来是明义捣的鬼，他不为我求封赏就罢了，竟还从中作梗，断了我的晋升。太过分了！夫君回来了，我这边让人摆饭。吃不下。你这是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是不是明义在朝堂上让你难堪了？他害我丢了户部侍郎之位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姐姐她怎么能这做？是啊，她凭什么这么做？那可是三品侍郎啊！不仅是三品侍郎，圣上本还要晋升我为二品尚书的，任书都在你了，却因明仪从中作梗被紧急撤回。若不是岳父私下告知，还被蒙在鼓里。什么？母亲，母亲，您醒了？我这是怎么了？大夫说您急火攻心，引发晕厥，先喝药吧。惹恼了明义，又丢了晋升，这可怎么办？他凭什么这样做？我们去找他算账。不可，他现在侯爷又有府兵，我们惹不起他。那怎么办？难道就这样算了？不是让你哄他吗？我哄了，他不应。今日上朝还对我冷脸相向，满朝百官都瞧出了不对，议论嘲笑。过几日府中宴会，怕是都赶着来看我笑话。宴会？什么宴会？圣上器重他，让礼部操办封侯宴。那岂不是要出尽风头？我和2个孩子再也藏不住了。这倒是个好机会。什么好机会？府中大办封侯宴，京中勋贵定然都会来参加，正好让月蝉在宴会上大展风采，说不得能入哪家高门贵族的眼。那我可得打扮得光彩照人，再借机献舞引人注目。只要月蝉嫁入高门，往后我们也能多个倚仗。我生的这般花容月貌，一定能引人青睐的。另外，我们也可趁此良机扭转局面。怎么扭转？你纳妾生子一事既然瞒不住了，那就索性让思远认明夜为嫡母，再让雨眠演一出苦情戏，在众人面前一闹，明夜就别无选择了。可思远怕是不会愿意，我10月怀胎生的孩子，怎能认他人为母？还是母亲厉害。若是如此，绵绵定要受不少委屈。思远不过是个几岁的孩子，他懂什么？哄一哄便是了。一时委屈换尊荣侯位和泼天富贵，这笔账还算不明白吗？是啊，嫂子，你想想，日后思远承袭了侯位，定能为你请封诰命，何等的风光荣耀。绵绵，委屈你了。为了夫君和思远，我受点委屈不算什么。明一，你给我等着，这些屈辱总有一天我会全都讨回来。行了，先吃饭吧，
吃完再商议具体细节。厨房是怎么回事？就送来这些，素的狗都不吃。祖母，我要吃鸡腿，我不要吃这个。爹爹，我要喝牛乳。还不快把牛乳拿来，再让厨房重新做几个菜来。没有牛乳，厨房也只能做出这些。什么意思？侯爷接管了府中庶务，断了银钱供给，说什么？说往后陈家老少所有的花销自行承担。什么？那我们岂不是要过苦日子了？这岂不是要断了我们的活路？这可如何是好？母亲别急，我还有俸银，能维持日常花销。这可是上京，我们这么大一家子人，你那点俸银哪里够用？月蝉出门逛个街市就没了，就别提吃穿用度了。那就别逛街市了，省着点花总是能度日的。怎么省？资远思瑶每日的牛乳不喝了，一日三都吃白菜豆腐，全家新衣都不添了。不行，我还要嫁入高门呢，不买新衣首饰怎么行？思远思瑶正在长身体，牛奶可不能断。这都只是暂时的，待熬过这段时日便好了。对，等侯府大宴，我们逼民营就范后，一切就回归如常了。那这几日怎么办？这几日就先忍忍吧。实用就算了，可宴会我总得置办身像样的行李。这几年你不是攒了私计吗？先用着。侯爷，琼花公主的信，快给我。侯爷自幼迟常进宫陪伴琼花公主，亲如姐妹，多年未见，琼花公主定是想您了。我也想她了。琼花公主可是来信邀约？她出宫了，约我在雍王府见面，快去备车。是。王爷和公主在那边等你。好。7年不见，长成大美人了。不仅你英姿飒爽，风流倜傥。我看着。王爷，看就看呗，你嚷什么？破坏气氛，给你插出去。这是我的王府。那我们走。别，我错了，给你们侦查赔罪。这还差不多。阿姨，你真厉害，真给我们女子长脸。此次能大败北狄，王爷也功不可没。要不是陪皇祖母去江南行宫养病，我定然也要跟你一起上战场，名扬天下。就你那三脚猫公子，真上了战场只会喊两句。喊两句什么？皇兄救我，阿西救我。你瞧不起谁呢？好了，你们兄妹也多年未见了，怎么还是这么爱斗嘴？你还说呢？你成婚竟然都不告诉我们，喜酒都没喝上。那时你远在江南，王爷远在边关。不过不喝也罢。你真要休夫吗？负我者绝不原谅。好，敢爱敢恨，这才是我认识的阿姨。是我识人不清，叫你们看笑话了。说什么呢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青梅竹马，怎会笑话你？不是你识人不清，是他伪装的太好。对，被坏人蒙蔽不是你的错，你无需自责。我以为我孤身一人无人相护，却没想到他们待我这般真心。你若想清楚了，便只管去做，无需顾虑，一切有我。还有我呢。好，幸好我还有你们。等着吧，过几日侯府宴会，我送你份大礼。什么大礼？到时你就知道了。都要被赶出府了，还有心情跳舞？不会是想趁府中宴会攀高枝吧？高枝是他想攀就能攀的吗？就是，也不掂量掂量自个儿多少斤两，想借咱们侯爷攀高枝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既然他想攀，那就成全他。啊！满怀期望再破灭，沦为京中笑柄，我要让他连后悔的余地都没有。还是侯爷英明。可此次封侯宴十分重要，若闹出什么，定会折了侯爷的颜面。他们存了心思，这次不闹也会有下次。与其时时提防，处处掣肘，不如斩草除根。见了侯爷还不行礼，有什么可威风的？过几日的封侯宴，我会抢走你所有风头。想算计我出风头，那我就让你永生难忘。明熙，你
你且得意吧。待我嫁入高门，侯府的一切都会是我们陈家的，到时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你练武练得如何了？这几日我每日都练好几个时辰，已将惊鸿舞练得纯熟无比，只待明日一舞惊人。好，好，好，你跟你哥一样，都是陈家的希望。放心吧，母亲，我不会让您失望的。夫君操劳一日累了吧？喝口茶歇歇。近来你与明仪的关系可有缓和？依旧是横眉冷眼。现在朝中闲话越传越过分了，我都没脸见人了。他在外怎可如此对夫君？男子的脸面最是重要了。简直是蹬鼻子上脸，欺人太甚！他既不识抬举，见好就收。这次封侯宴定要他好看。小姐的新衣裳做好了。这衣裳真好看，明日宴会你穿上，定能艳压群芳，万众瞩目，得贵人亲眼。是啊，这衣裳好漂亮，我记得明言的嫁妆里就这一匹，这可是珍贵无比的浮光锦，自是稀少，整个京中也难找出几件。幸好我留了个心眼儿，将它藏了起来，还没叫明义收回去。当初我也看中了这匹布，却被他给抢了去。等着瞧吧，明日我会穿着它攀上个好前程。还有世红，明日你切莫意气傲性，该低头时便低头，唯有这般才能博取旁人同情怜悯，将明一逼至绝境，让他无路可走，只能乖乖向你妥协。你要知道，只有他妥协了，我们陈家才有未来。这场宴会至关重要，可不能出半点差错。你回去再嘱咐思远、思瑶，多演练几遍。这是明日所有的宾客名录，侯爷请过目。怎么了这是？侯爷嫁妆里丢失的那匹浮光锦找到了。哦，在哪儿？在陈月禅那里。我路过花园时，撞见有婢女捧着一件新衣裳，说是陈月禅刚做的。我瞧那衣裳在日光下波光摇曳，光彩夺目，一眼便认出是浮光锦。什么？他竟敢偷御赐的浮光锦，还敢裁成衣？莫不是打算明日穿上？他就是故意要抢侯爷风头，妄图攀上高枝做凤凰。让他穿吧，明日他便会明白，御赐之物可不是谁都能穿。引火烧身，玩火自焚。陈月禅，这可是你自找。可惜了那么好的浮光锦，给他真是糟践了。行了，别恼了，今晚都早些休息，养足精神。明日还有一场硬仗要打。他不愿认他人为母，睡前一直在哭，现在眼角还挂着泪。你放心，思远永远都是你我的孩子，认明一为母只是权宜之计。只是思远还小，不明白，委屈他了。只是暂时的，将来我定会好好弥补你们母子。又是弥补，这话他说的不厌，我听的都厌了。要不是为了思远的前程和我想要的荣华，我才懒得陪他演。思远已经睡熟了，我们也回屋歇息吧。明日过后，一切都会尘埃落定，恢复如常。给明侯爷的贺礼，你准备妥当？吴太医呢？刚到王府。走吧，去赴宴。恭喜侯爷，恭喜侯爷，贺喜侯爷！多谢几位，这边请。陈大人真是好福气啊，能娶明侯爷为妻，也算是光宗耀祖了。可不是，待将来他的儿子承袭了爵位，这侯位便是他陈家的了。真是好命啊！我等只能艳羡了。可我听说他们夫妻不睦，陈大人还偷偷纳妾生子了。不过是个妾室庶子，随意打发了便是，还能为了他们舍弃大好前程不成？说的是陈大人是个明白人，并不会如此做，你说是吧，江大人？是，诸位稍坐，我去敬个手。说起来，江大人也是赘婿呢，当年靠着相府也是青云直上，不知怎的这些年却止步不前了。怕是相爷防着他呢。近来府中情况如何？世红究竟是怎么打算的？明影容不下我，连夫君一家也容不下。封侯当日便要我们走，是婆母装病才得以留下。他竟这般绝情！夫君多番讨好也无用，
婆母提出让思远认明仪为嫡母，还让我伏敌作小，逼明仪认下我。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。可是爹，女儿不愿。爹明白，委屈你了，暂且忍耐一二。待思远承袭了侯位，你便有倚仗了。那得等到何时？我又要受多少搓磨？委屈是一时的，命是一世的。你若不肯伏低，那就永无出头之日，就会民意赶走。你记住，想要往上爬，必被忍辱负重，待熬出头便是风光无限。这世道从来都只认输赢，不认委屈。女儿知道了，爹说的没错，只要我熬出头，就可安享荣华。等思远承袭了侯位，便再也无人敢欺辱我。这些年我在相府过得也不容易，女儿明白，爹也受苦了，将来思远会孝敬您的。这是为父攒下的私资，一切留着用。谢父亲，我得回去了，否则找人太子就麻烦了。大人可是迷路了，怎会走到此处来？是，还有劳姑娘为我带路。大人这边走。那是母亲，我这样打扮可还行？好看得很，定能引贵人青眼。那我们快走吧，贵人应该都到了。玉棉呢？怎的不见他人影？只是在照顾思远、思瑶，别管他，咱们走吧。你做什么去了？没做什么。行了，赶紧去看着思远、思瑶，今日至关重要，可出不了半点岔子。好。果然，今日上京的高门贵族全都来了。自我们来上京后，还是头一次见这么多贵人。今日你可得抓住机会，好好表现。荣华富贵就在眼前，谁也不能阻止我嫁入高门。雍王殿下到，琼华公主到。见过雍王殿下，见过琼华公主。王爷，公主，这是给你的贺礼。多谢王爷。这边请。他就是雍王殿下，通身贵气，俊朗不凡，与他相比，其他公子都入不了眼了。若是能嫁给他做王妃，那明一见了我也得行礼，想想就畅快。他是谁？好生无礼！陈世宏的妹妹陈月婵，哼，瞧着就不是个安分的，怕是存着攀高枝的心思。让公主见笑了。放心吧，他今日要是敢作怪，我替你收拾他。那就有劳公主了。侯爷，宾客都到齐了。我的席位呢？你母亲旁边不是还有空位？我是你夫君，今日这种场合，你让我做下手？怎么，你想坐我的位置？我让给你，你敢坐吗？满堂宾客可都瞧着呢。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坐这儿来了？诸位没有我的席位。什么？今日这样的场合，他竟也半点脸面都不给你留？他肯定是故意让大哥难堪的。既如此，那就别怪我们不留余地了。宁熙，这都是逼我的。等着吧，等我做了王妃，定将你踩在脚下，狠狠羞辱。怎么回事？陈大人怎的坐在下席？看来他们夫妻不和的传言是真的。感谢诸位前来，我敬大家一杯。恭贺侯爷！今日的菜式都是宫中御厨所做，诸位请用。宫中御厨，那我等可真是沾了侯爷的光了。是啊，如此美味佳肴，可得好好享用。请。为祝贺大嫂封侯之喜，我特意准备了一支5柱杏。想出风头，我成全你。毕竟万事总要有个开端。好啊，那诸位就一道欣赏吧。
练了多日，总算能一展风采了。王爷他一定会被我迷住的。她这裙子好好看啊！是啊，竟然会闪光，可真是漂亮。她这衣裳怎么那么像浮光锦？光影。王爷看我了，定是被我的美貌和舞姿吸引，对我有意。等一下，出什么事了？公主不会无故叫停，定是瞧出问题了。也好，浮光锦的事由她来揭穿，比旁人更好。公主，怎么了？你身上穿的浮光锦是打哪儿来的？我就说她这衣裳怎得如此美丽特别，原是御赐的浮光锦。是啊，京中一放新料我就会去光顾，却从未见过。说，是我大嫂送我的。撒谎！我没有。是啊，这衣裳就是他大嫂送的。不过就是身衣裳，公主怎么得如此大动干戈？当真是你送的，我可不敢做出此等蔑视皇威、坑害他人之事。是皇威？什么意思？我家侯爷离京多年，回来后清点库房，发现丢失了一匹御赐的浮光锦，多番寻找无果，原是叫人偷了去。御赐浮光锦，糟了！真是千防万防，家贼难防，还是个蠢贼，竟然敢偷御赐之物。可不是，若是旁的东西也就罢了，偏偏是浮光钮，真是寿星宫上吊，嫌命长。那什么意思？这衣裳难道穿不得？竟敢在侯府行窃，还蔑视皇威，攀慕民府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公主恕罪，民女不敢。不是穿了件衣裳，怎么会这样？世红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有些御赐之物是不能随意传用的，私自盗用更是罪上加罪。那怎么办？你快想办法救救月禅！公主恕罪，小妹并不知是浮光锦，更不知是御赐之物，只是无心之事。是啊，他什么都不懂，只是瞧着好看，还请公主饶了他这一次。对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请公主恕罪。一句不知便想将所有罪名轻巧接过，妄想！今日本公主便告诉你，无知也是罪。来人，把她的衣裳扒下来，掌嘴50，赐字驱离出京。什么？我不要赐字离京，大哥救我！王爷，不知者不罪，小妹虽有错，但罪不至此，还请王爷从轻发落。是王爷，民女并不知情，还请王爷明察。王爷对我有意，定会帮我的。治家不严，教妹无方，你也有罪。什么？正好刑部的刘大人也在，你来说说，陈大人该当何罪？按律当将官罚俸，杖责100，以儆效尤。将官罚俸？不行，晋升无望就罢了，绝不能再降官。王爷恕罪，臣愿领杖责，还请王爷网开一面。是啊，求王爷公主网开一面，世红好不容易才有如今的官位，可不能丢了。求王爷公主恕罪。来人，动手！不要脱我衣服！放肆！这是公主的吩咐。你也，你快救救月禅，她怎么说也是你的姑妹，我们是一家人啊！明姨，算我求你了，救救月禅，我让她给你磕头认错。事到如今还敢求我，他们还真是看得起自己，也当真
是看不起我。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任谁也不能因私废公，姑息纵容。明侯说的不错，当真是公正不阿，深明大义，令我等敬仰。你当真要如此狠心绝情，见死不救吗？这都是你们咎由自取。既如此，那就鱼死网破。母亲，你怎么了？大嫂，你怎的又把母亲气病了？上次大夫便说了，母亲身子不好，受不得刺激。难道你非要把她气死才罢休吗？百善孝为先。我知你恼我纳妾生子一事，但也不能把气往母亲身上撒呀。我们都是一家人，只要你能消气，我老婆子早死几年也无妨。至于思远，也可寄养在你名下，认你为嫡母。思远，快叫母亲。母亲，姐姐，孩子是无辜的，求你放过他们。你心中有气，打我骂我都行，别气着婆母，她老人家身子不好。都是我的错，你要怪就怪我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明侯要逼死陈大人的妾室子女，还气病了婆母。虽然陈大人身为赘婿纳妾生子委实不对，但也不至于把人往死里逼。气病婆母可是大不孝，陈老夫人都跪地哀求。明侯真是铁石心肠，这叫什么话？陈老夫人跪的是王爷公主，与明侯何干？就是，明明是陈大人有错有先，怎么明侯反倒成罪人了？可他气病婆母是事实，不孝也是事实。没错，明侯虽与大昭有功，但江归是女子，谁家能容下她这般凶恶善妒的儿媳？他们怎的这般不讲道理，竟然帮着陈家说话？这便是人性，谁弱谁有理，谁会卖惨便能博得同情。那怎么办？别急，相信民意。果然，只要装病示弱，扮得凄惨可怜，旁人便会同情怜悯，自然会有人站出来替我们说话。我这并不怪你，只求你能容下他们，与世宏重归于好。如此，世宏他爹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了。可如此，我爹在九泉之下无法瞑目。当年陈世宏落魄街边，若非我父亲接济资助，他早便饿死，哪来今日荣光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起这些，是想故意羞辱我吗？可我哥知恩图报，高中状元后便娶你为妻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？那你问问他，娶我时他曾答应过我父亲什么？岳父大人放心，我定会对明熙一心一意，绝不负他。若有违此事，便叫我一无所有。好好，阿西就交给你了。他日你若负了他，我可饶不了你。是你自己执意前往边关，我哥为了香火后继才纳妾生子的，我哥都不怪你，你凭什么怪他？听听，这是人话吗？一个赘婿竟敢背妻纳妾生子，还用正妻的嫁妆养活妾室一家，真是厚颜无耻！枉我们侯爷从前对他那般好，简直是白眼狼，负心汉。母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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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母亲！这下你满意了？我母亲要是有个什么好歹，你就是杀人凶手！快，我母亲回去叫大夫。不用如此麻烦。王爷，我母亲性命攸关，本王今日带了太医前来，这便为令堂诊治。太医？怎么会有太医？难道雍王他？仔仔细细的瞧清楚，务必治好陈老夫人。是。不行，不能让太医给我诊脉，否则便全露馅了。不用了，我母亲这病大夫已经瞧过了，回去喝点药就好了。陈老夫人这是疾病，若不及时诊治，恐危及性命。姑娘阻拦与弑母无异。怎么办？不行，陈家要是完蛋了，我们母子也得跟着完蛋。要我祖母，我就要我祖母！我孙子真是好样的。姐姐，你若实在容不下我，那我只能复活了。我求你，
我在与夫君过往的情分上，负不了个孩子。别别，秦川，你先别急着死，地上那个还没救活呢。来人，把孩子带走，不要妨碍吴太医诊治。吴太医，有劳了。完了完了，这可怎么办？王爷怎么会带太医前来支援？太奇怪了。王爷定是猜到老夫人装病，才特意带了太医前来，为我省去不少麻烦。有太医在，看着老钱婆还怎么装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若被当场拆穿，可就一切都完了。我还没嫁入高门，还没坐上王妃呢。吴太医，如何？回公主，老夫人脉搏强劲有力，并无大碍。那她怎么还不醒？待臣施上一针，便可醒来。什么？是针？我要扎哪里？不用了吧，我母亲既然没有大碍，过一会儿自己就醒来了。是，就不劳烦太医了。哎，自己醒哪有施针快？王爷和公主还等着呢。母亲，您醒了。你没事吧？好疼，快把这针拔了。回王爷公主，老夫人已醒。真是，一针下去就醒。那当然，吴太医可是宫中御医。再仔细瞧瞧，可有其他病症？臣已仔细瞧过了，老夫人身康体健，并无疾病缠身。怎么会没病呢？不是说前些日子被明侯气病了吗？这臣不知，但臣肯定老夫人没病。如此说来，陈老夫人是装病讹人了。啊！装病！民妇不敢，许是好了。对，就是好了。那这病可真是懂事。无妨，只要从此刻起，陈老夫人康健无碍便可。康健无碍，便再也不能以病为由留在侯府了，亦不能讹辱我名声。王爷这是在助我修复。既然老夫人没事，那我们便来说说其他的事吧。他想干什么？世人皆知，赘婿未经正妻允举，不可纳妾，不能私欲。陈世宏被妻纳妾，纵容母亲不意偷盗挪用我的嫁妆，图谋侵占侯府，悖逆伦常，天理难容。故我明营今日在此宣布休夫。啊！休夫！明侯爷竟要休夫，这在我朝前所未有。是啊，简直惊世骇俗，闻所未闻。休夫怎么了？女子封侯也是头一遭，休夫又有何不可？没错，万事皆有先例，女子能封侯，亦能休夫。不能休夫，我儿没有入赘。对，我哥从未说过入赘，你凭什么休夫？你说我入赘，可有凭证？寻常赘婿入赘时会在婚书上写或立契为凭，而我并未立下任何凭约，他奈何不得。陈世宏，脸面是个好东西，你当真半点也不要。我的脸面都在今日让你给辱没没了。你说你没有入赘，那你问问在场所有人，可有一人认为你不是赘婿？什么东西？便宜占尽还不肯承认自己是赘婿？可不是，人明侯爷良善，念着他是状元郎，不想立契书辱没他，他还真就蹬鼻子上脸，得意忘形了。真是应了那句话，端着碗一边吃饭一边骂娘，狼心狗肺的玩意儿，就该让他进猪笼。没错，这世间的规矩，凭什么只约说咱们女子？这男人也该同等处置。岳父，你也不为我说句话吗？我若出生，不仅解救不了他，自己也得搭进去，得不偿失。如何？你可服气？夫妻一场，你当真要如此狠绝？我很绝。我从边关归来，是谁未给我留一屋容身？又是谁意欲休妻侵占将军府，妄图将我赶尽杀绝？怎么，这才过了几日，你全都忘了吗？我那只是一时气话，你若肯恭顺，又岂会有这些事？事到如今你还不明白，该恭顺的是你。他说什么？该恭顺的是我？我堂堂状元郎，凭何恭顺他一个粗鄙武将？简直可笑！
罢了，过往对错我不愿深究，你我之间就到此为止吧，从此再无瓜葛。我乃朝廷命官，纵然你是侯爷，也由不得你随意休夫。我要到官府决断。对，我儿是状元郎，是朝中新贵，岂是你想休便休的？没错，我们要去官府分说。闹到这般地步，他们还有脸去官府，真是恬不知耻。可不是，我都为他们蒙羞。咋了？我们就要去官府，你们管得着吗？他们是铁了心想纠缠恶心我，不想叫我安生。明义，既然你不让我好过，那你也别想好过。修复案前所未有，闹到官府没1-2月决断不了，如此我们还可继续留在侯府，说不定还能有转机。不用如此麻烦。来侯府前，本公主向太后禀明了此事。太后对陈世堂一家的行径深不痛绝，亦为明侯深感痛惋，怜惜明侯所遇非人，故赐了一道修夫懿旨，为天下女子撑腰。本公主今日便是来秉公行事。什么？太后赐了修夫懿旨？赘婿陈世宏入赘侯府，却背妻纳妾，纵容亲眷，偷盗名誉嫁妆，侵占侯府，失德败礼，名义女子封侯，忠君殊慎，竟遭此不公，哀家甚为痛记。今特赐懿旨，准名义休扩陈世宏，断绝夫妻情分。陈世宏及其亲钻即刻逐出侯府，追缴所盗财物归还明晰。此后若敢纠缠，按律严惩。太好了，太后真的下了懿旨，为咱们女子撑腰，就该叫天下男人都明白，咱们女子不是好欺负的。明仪叩谢太后。恭喜你，自由。多谢公主。太后吃斋念佛多年，早已不问世事，旁人见一面都难，也只有陪伴太后多年的公主才能得见，所以这道懿旨是公主为我特意求的。怎么样，我这份大礼你可满意？公主有心了，这世上再也没有比这更珍贵的礼物了。礼物贵重，情分更重。这下陈大人是真被休了，被休事小，怕是还要被御史台弹劾降官贬职，仕途尽毁了。风光无限状元郎一朝跌落泥潭，怎一个惨字了得！完了完了，全都完了！怎么会这样？我不接受，我不接受！仕途尽毁，仕途尽毁！我10年寒窗苦读，一朝全没了，没了！仕途尽毁，那我岂不是一辈子都做不了官夫人了？还要跟着他过苦日子？爹，我该怎么办？诸位，我还有家事要处理，今日宴席便到此结束，改日再请大家吃酒赔罪。明侯客气，我等就先告辞了。走，接下来的事儿得关上您办了。一会儿咱们去街对面的茶楼，没准还能再瞧瞧热闹。行啊，我可得亲眼瞧瞧这不知廉耻的一家子是怎么被赶出侯府的。王爷公主亦不到厅中喝茶吧？好，快回院里，赶紧把之前的东西都收拾起来。对，我偷偷攒了好多首饰银子，要走也得都带走。事到如今，只能尽量多带些走了。你们在此稍坐，待我处理好他们一家人，再请你们吃席感谢。去吧，我等你回来同我详谈。这么大的乐子，我可不能错过。那这个得带走，这个也得带走。银钱最重要，去床底下把我的钱匣子搬出来。对，钱最重要。侯爷，咱们先去哪个院？自是先去找罪魁祸首算账。陈世宏，一切因你而起，自当因你结束。侯爷，有件事我一直想禀报，在宴会上寻不到机会。何事？宴会开始前，我在花园遇到吏部侍郎江大人，还看到江雨眠从假山后匆匆离开。江大人，江雨眠，你没看错，虽只看到背柄，但府中只他和陈月锁2人，绝不会认错。且在宴会上，我留心观察，发现出事后，陈世宏和江雨民都曾看向江大人，似在求救。求救？陈世宏和江雨眠为何会向江修文求救？除非他们认识。江侍郎、江雨眠，他们都姓江哎。我这边去查，不急，先把他们赶出府去再查不迟。爹爹娘亲，我们要出门吗？我们要离开这里。我们要去哪里？还回来吗？
不回来了，所以要把东西都带走。思远乖，带妹妹去外面玩，爹爹娘亲收拾好了就带你们走。那我要把我的酒也带走。好，快去吧。绵绵，让你跟着我受委屈了。夫唱妇随，同甘共苦，本就是夫妻之道。从此以后，你就是我的正妻，你我之间再也没有隔阂。穷苦人家的正妻，谁稀罕？这些银子省着点花，也够我们用几年了。母亲竟藏了这么多银钱，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。得亏我掌管府库时，每月都偷偷积攒一些，否则落到今日这般境地，半点活路都没有。还是母亲有先见之明，赶紧收起来，别叫雨蛮知晓了。现下没钱了，可得防着他些。好，我连大哥也不说。趁明英还没来，赶紧再多收拾些。你的珠宝首饰都别落下了，往后可再没钱买了。我这就去拿。什么？坏人又来了！他踩坏了我的球，我不要认他做母亲。乱喊什么？我家侯爷岂是你能高攀的？思远他只是个孩子，什么都不懂。我们都已经要走了，你还想怎样？怕你们走得太慢，来送你们一程。不要欺人太甚！动手！是。我们马上就收拾了，不用你们动手。让开！你们干什么？这都是我的私物，你们不能动，你们赶紧看！太后懿旨说得清清楚楚，追缴所盗财物归还侯府，你们不能带走1文钱。你们这是强抢！我自己的俸银凭何不能带走？你们挪用偷盗了我多少嫁妆，需要我一一算清楚吗？没让你们尽数归还，已经是便宜你们。你非要做的这盘绝吗？我上有老下有小，身无分文，你让我们怎么活？你是想逼死我全家吗？你这条命本就是我救的，死了便也算归还于我了，很合理啊。给，快吃吧，不够我家还有。多谢，你们是将军府的人。将军府是我家，你以后饿了都可以来找我要包子吃。多谢小姐。一个破包子，拿我当狗一样对待，还好意思居恩图报？一个包子不算什么，那我父亲呢？你是进京赶考的学子吧？是，我带的银钱花完了，在京中举目无亲。唉，寒窗苦读不易，远赴京城又遭此困境，着实可怜。这银子算我借你的，先找个地方落脚，莫要误了赶考大事。多谢将军，他日待我高重，必100倍奉还。是个知恩图报的，我就欣赏你这样有志向抱负的年轻人。往后读书科考的一应花销，我都资助了。多谢将军，多谢将军。可你父亲对我的好是有条件的，他窥见了我的才能，便要求我高中后娶你为妻，入赘将军府。若非如此，我堂堂状元郎又怎么娶你？你简直是狼心狗肺！当初你落魄成那般，我父亲是神仙吗？能算出你日后高中？你若当真不要娶我，我父亲绝不会逼你。不过是你自己贪图将军府的地位，想见识青云直上，还摆出一副被逼迫的模样，找些冠冕堂皇的借口，真是虚伪至极，令人作呕。你胡说！分明是你们仗着权势逼我入赘为婿，折辱我文人风骨。若非如此，我又怎会甘当赘婿，仰人鼻息？我和我父亲的一片真心，当真是全为了狗！你给我滚！走，赶紧走！我不走，这是我家，你们才要走。不走，那就给你丢出去。放开我！我要告诉祖母，叫她惩罚你。行，我这就带你去见你祖母。思瑶，哎呦，我的宝贝金孙！母亲，思远、思瑶，你们没事吧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们不赶紧收拾东西，来我这儿做和？别急，我们这就来帮你们收拾。你们干什么？站住！还给我，这都是我的，这都是侯府资产，一件也不许带走。你凭什么抢我东西？还给我！这是我的东西，谁要敢抢我老婆子，就一头撞死！不是装病就是找死，活着不好吗？还不都是你逼的！
你要敢抢我银钱，让我活不下去，我就撞死在侯府，让你背上逼死婆母的恶名！你是老糊涂了吗？陈世行已经被我休了，你不再是我婆母。前婆母也是婆母，你要敢动我，就是大不孝。传出去，我看你怎么做人。人言可畏，就不信你不怕。这老陈婆真是可恶，她动不了，那本公主呢？公主，你怎么来了？坐着无趣，来凑凑热闹。太好了，看这老钱婆还敢不敢嚣张？好人顾惜民生，畏首畏者；恶人肆无忌惮，为所欲为。有些事明熙做不了，那就让本公主来。公主放肆！见了公主竟敢不跪，还敢直视公主，那就好烧教教她规矩。是。母亲，把她怀里的匣子抱过来。偷盗这么多银子，按律当徒几年？公主恕罪，家母并非有意，只是管家时积罪下的。来人，把他拉出去，刺刺。哥，仔细些盘查清楚，把他们身上的首饰也摘下来，别让他们带走1文钱。是。这是我的，不是侯府的。拿来吧你！明姨，你太过分了，连我爹给我的银子也要抢走。我爹1个时辰前才给我，都没捂热呢。赶紧滚，别脏了侯府的地。听说明豪爷今日修复清理门户，看来是真的。一个赘婿带着这么大一家子去吃绝家，活该！夫君，怎么办？我们现在去哪里？赶紧离开此处，再寻岳父商议对策。都赶走了，侯爷是没看到他们方才的惨样，简直是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，太解气了。我已派人暗中跟着，看看他们会与谁接触，不要打草惊蛇，暗中调查即可。调查什么？那陈世宏还有什么值得查的？你有事瞒着我？今日宴前，夏柳撞见江侍郎与江雨贤疑是在花园会面。相府那个赘婿江修文？是。此事交给我，3天之内给你答复。幸好我爹埋给我娘的小院还在，还能有个容身之处。可当卖了所有值钱的衣裳，只换得2两银子，维持不了多久。我会想办法的。办法？你还能有什么办法？一件衣裳怎会惹出这般大的祸事？真是得不偿失，得不偿失啊！我早便说过，那浮光锦太过招摇，小妹非是不听，根本就不是衣裳的问题。太后早便下了懿旨，便是没有浮光锦，也会有别的由头。无论如何，小妹的性子往后得改改了。若再惹出祸来，可承担不起。你什么意思？行了行了，别吵了。定是岳父大人来了。岳父大人，隔墙有耳，进屋再说。爹，夫君的官职能保住吗？今日之事闹得太大，圣上本就器重名义，加之御史台弹劾，将官贬职，怕是免不了了。那怎么办？还请岳父大人救救小婿。我只能尽力为你留得一官半职，往后的造化便要看你自己了。多谢亲家，多谢亲家，思远思瑶，快叫外祖父。世宏如今只能倚仗这个岳父了，可得让思远思瑶多与他亲近些。外祖父，外祖父，乖，外祖父，我饿，我想吃鸡腿。瑶瑶也饿。怎的就给孩子吃这些？白日您给我的那袋银子，将明英给抢了去，如今我们身无分文。你先用着，不够的我再想办法。思远思瑶，快谢谢外祖父。谢谢外祖父，谢谢外祖父。所有宾客送的贺礼都登记造册了，还有从陈世宏一家搜查出的金银珠宝也都登记入库了，只剩下王爷送的贺礼还没打开。王爷送了您一箱书和一张玉图，是孤本兵书和他亲绘的大招鱼图，那不还是书和鱼图吗？不是成全。他知我志不在脂粉，便赠我山河万里，
懂我心向全全，便与我安身立命的底气。这一箱兵书这么厉害吗？这不仅是兵书，更是他对我的无声支持。侯爷，跟踪陈世轩的人回来了。如何？江大人深夜造访，半个时辰后才离开。他们果然有关系。那江雨明该不会……是与不是，王爷会查清楚的。王爷手下耳目众多，又威势凛然，查起来比我们更快更方便，定然很快就会有结果。我倒要看看，他们到底还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时候不早了，侯爷早些歇息吧。明日朝堂怕是还要掀起不小风浪。累了一日，你们也辛苦了，都去歇着吧。不累，一想到那一家子过街老鼠的惨样，我就高兴得很。尤其那负心汉陈世宏还要被弹劾贬员，我就更兴奋了，一点也不困。你笑得太大声了。这么高兴的事儿，当然得笑大点声了。真不困？那我先睡了。你去把马喂了再。好奇怪啊，我突然就困了。侯爷早些休息，我们告退了。臣要弹劾户部陈世宏为官不正，品行亏缺，身为赘婿背妻弃义，私纳妾数，暗生子息，有违人伦礼法，更纵容亲眷偷盗挪用，强占侯府，此等无德无行无信无义，寡廉鲜耻心术不正之徒，窃居户部掌理钱粮，必致贪墨枉法，祸乱朝纲。恳请圣上彻查严办，以肃官纪，以正朝纲。臣等不议。身为朝廷命官，不知修身立德，反倒背信弃义，私德败坏，视律法于无物，简直罪大恶极。革去陈世宏户部官职，贬为京兆府书吏，其亲眷驱逐出京，永世不得入京。圣上英明。京兆府书役，无品无阶，未同杂役。这年寒窗苦读全都白费了。仕途无量的状元郎一朝贬为书役，升迁无望。可是可惜啊，忘恩负义，廉耻尽丧，都是他咎由自取。本可承袭侯位，光宗耀宗，全叫他给毁了。陈世宏之事你如何看？都是他自作自受。你明白便好，谨记你的来时路，莫要步他的后尘。是，小婿明白。他是在提醒我，若我别有二心，便是第二个陈世宏。看来近日要少与雨眠见面，以免被发现。宋相是个聪明人，这些年一直压着江侍郎的升迁路，才没被反噬。不像我，傻乎乎的为陈世宏铺路，倾尽所有助他平步青云，换来的却是恩将仇报。养虎终为患，不过是隐匿獠牙静待时机罢了，终有一日会伺机反扑。你说的对，江雨眠与江侍郎一事查得如何了？已有些眉目了，过2日便能水落石出。好，我等你消息。夫君，怎么样？你的官职保住了吗？圣上大怒，革去了我户部官职，贬为京兆府书役。那岂不是仕途尽毁？怎么会这样？你岳父不是说能为你保得一官半为吗？怎么会贬为无品无阶的衙门书役？圣上还下旨，限你们10日之内离京。离京？我不要离京！我好不容易才从平城来到京城，我死也不回去。是啊，世宏，我年纪大了，经不起路途颠簸，回去也会受尽乡亲耻笑，没法抬头做人。我们也要走吗？对不起，是我没用，护不住你们。不，我们去找我爹，他一定有办法的。对，去找你岳父，他一定能让我们留在京城的。姑爷，有您的信。如此关键时期，竟敢写信与我相见，也太胆了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吏部有点急事，我出去一趟。若不见他们一面，怕是会找上门来，到时可就麻烦了。你饭还没吃完呢。我吃饱了，你慢些用。姑爷近来总是心神不宁，有些异样反常。有父亲在，他翻不了天。再说了，孩子们都长大了，他也不那么重要。供养通透，亲父子女才是最值得倚仗的。可有可无的东西，无甚在意。姑娘说的是，但他若敢背叛我，我定叫他痛不欲生。
爹，您可算来了。您打我？是啊，亲家，好端端的打雨明作甚？我说了多少次，不要贸然给我写信，会害死我的，知不知道？女儿也是没法子了，夫君被贬了官，无法再上朝，往后都见不到您，我只能给您写信。绵绵她也是被逼无奈，还请岳父大人见谅。什么事儿非得在这个时候冒这么大风险让我来？圣上下旨要我们10日内离开京城，可女儿从来都没出过京城，思远思瑶又这么小，离开京城根本没法活。离开京城我也没法活。思远思瑶，快跟外祖父说你们不想走，求外祖父救救你们！正义难为，我也无计可施。那怎么办？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只能暂时先离京，过段时日风平浪静了再想办法。他们走了也好，如此我就无后顾之忧了，省得日日提心吊胆，怕被相府的人发现。左右陈世恒仕途无望指望不上了，不如明哲保身，还能安享富贵。离开了京城，还能再回来吗？我定会想办法。若实在回不来，为父也会为世宏在平城重新谋个官职，让你们一家子团聚。平城虽不比上京，但胜在安稳。让夫君也回平城。不，我要留在京城。以我的才能，定还会有出人头地的那时。对，我儿是状元郎文曲星，怎能回平城的穷乡僻壤蹉跎一生？没错，京城的荣华富贵岂是屏障能比的？京城是好，可也危机四伏。你们难道真想把命丢在这儿吗？明仪如今已是侯爷权势滔天，他若不放过你们，你们必死无疑。难道真的只能回平城了吗？你们陈家一脉单传，你也不想儿子孙子都折在京城吧？若是如此，争这一切又有何意义？是啊，若是人都没了，公公陵路又有什么用？我有何脸面去见列祖列宗？世宏，要不就听你岳父的吧，回平城做个小官，也算衣锦还乡。爹说的没错，或许到了平城，我还能做上官夫人，虽不比京城风光荣华，但也能生活无虞，总比留在京城被名义欺压好。可是我们没有盘缠，京城到平城有千里之远，一路花费定然不少。放心，为父会为你们准备好。过几日夜里，我送你们出城，把盘填给你们。只要能把他们打发走，赊点银钱就赊点银钱吧，就当全了父女一场的情分。好，我都听爹的。我是爹的亲生女儿，他定不会害我的。那就这么定了，你们先回平城，待寻着合适时机，我再为世宏谋个官职，让你们一家团聚。我10年寒窗，一路从平阳跋山涉水到京城，最终只能落得这般下场吗？我可是状元郎啊！若我当初没有私纳妾室，如今已是户部尚书官居2品，将来还有机会拜相。可惜，一切都毁了。我不回去，我死也不离开京城。王爷，查到了，去请明侯来王府，另派人去宫里送个信。是。侯爷，王爷请您即刻去王府，说查到江侍郎与江雨京的关系了。这么快就查清楚了，王爷真是太厉害了。走，去瞧瞧他们到底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。你先喝口茶歇歇，琼华应该快到了。公主也要来？她那性子你又不是不知，最爱凑热闹。特意一会嘱咐我查到后要告知于她。她这样也挺好，随性率直，活得自在，令人艳羡。只要你想，你也可以。我身后无人倚仗，亦无人庇护撑腰。我可以做你的倚仗，为你庇护撑腰。
王爷宅心仁厚，爱重臣子，但我……你在我眼里不是臣子。臣子？那是什么？我来啦！渴死我了！你们方才在说什么呢？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现在来。没什么，我们就是在等公主。我一路让人快马加鞭，没错过吧？公主放心，王爷还未曾说呢。那现在快说吧，我都好奇一路了。我就不该让人给你送信，省得坏我好事。快说啊，皇兄！经暗中查账，江修文曾养了一外室，并与其生下一女，就是江雨眠。他们果真是父女。好家伙，相府赘婿私养外室，还养大女儿，又给赘婿做妾室，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女啊！难怪陈世宏一直底气十足，原是傍上了个好岳父。宋相是个聪明人，一直压着江修文，未给他过多权力。江修文亦是谨小慎微，不敢妄为，并未帮衬到陈世宏的仕途。他这些年的升迁，都是你和你父亲的军功换来的。只可惜他并不明白，反而还以为攀附上了大树，不需要我这块踏早巢了，所以才想一脚踢开。你哪是什么踏脚石，你分明是登云阶。陈世宏如此，倒也叫你看清了他的真面目，是好事。他迫不及待，我为时未晚，早些看清，早些摆脱，确是好事。好啦，过去的事就不要想了，咱们要向前看，前方有良人坦途等着你呢。既然江雨眠与江修文是父女，那陈世宏被贬官，江雨眠及其子女被驱逐出京，他定不会坐视不理。没错，据手下人回禀，江修文今日又去见了江雨眠和陈氏，商议了许久。他们想干什么？他们还能干什么？圣旨已下，江修文权力有限，又爱惜肤毛，定不会为陈世宏不顾一切，所以我猜测他会送他们离开，再给陈世宏谋个官职安抚。姑母她也就这能耐了。宋相之女宋玉荣是出了名的悍妇，当年25岁了还没嫁出去，招了小她5岁的江修文为赘婿，这些年一直把江修文拿捏得死死的。这些消息你倒是灵通。那是自然，真当我这些年在京中是白待的不成？只是我未曾料到，宋玉荣那般厉害人物，江修文竟还能在他眼皮子底下私藏外室，养大江雨眠，倒是好手段。例如我这些年被陈世皇蒙蔽，任他在将军府纳妾生育儿女，阖家团聚。你打算如何做？对啊，抓住了这致命把柄，你准备如何报复那对贱人？你是公主，注意言行。公主怎么了？公主也有气得忍不住骂人的时候。若叫皇祖母和母后知晓，你不说皇祖母和母后怎会知晓？好了好了，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阿莹要怎么对付他们。无论你想怎么做，我都会支持你。被欺骗的最狠的是宋夫人，这笔账该由她来算。好主意啊！兵不血刃便可报仇雪恨，既解气又不脏手，太妙了。姑娘，有人送来一封信。谁送来的？明侯。他给我送信作何？与江修文有关。姑爷呢？姑爷与相爷在书房商议政务。怎么了，姑娘？去备车，随我出府一趟。我倒要瞧瞧江修文到底背着我做了什么。宋夫人，请喝茶。明侯爷乃天下女子表率，能喝上你的茶，真是深感荣幸。宋夫人笑话了，今日冒昧请您来，是有要事告知。这些东西哪儿来的？哪儿来的不重要，真假才重要。你如何证明是真的？我相信宋夫人心中自有决断，无需我多言。你告诉我这些，是想借我的手去揭穿报复？好个名义，当真是心机深沉。
他们如今已是地上已过皆属，想要报复他们轻而易举。我之所以告知宋夫人，这感念同为女子又同有遭遇，想给宋夫人一个亲手了结出口恶气的机会。再说了，江侍郎是宋家赘婿，理该由宋夫人来清理门户，以正家慎。过几日江侍郎会送江雨绵几人离京，我与宋夫人一道去，如何？你当真有如此好心？江雨绵与陈世宏暗通欢血，想来明熙定是恨极了他，没道理与相府为敌，反之与他联手，更能痛出恶气。好。阿姨，你回来了。我家侯爷的名字岂是你能叫的？你如今是什么身份？见了我家侯爷还不赶紧行礼？见过明侯。怎么骨头硬跪不下去吗？一个狗仗人势的婢女，竟敢如此折辱我！待我他日翻身为主，必报今日之辱。阿信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他从前那么心悦我，定对我还有感情。只要我痛改前非，他定能回心转意。圣上限你妻儿亲便10日离京，可没剩2日了。你不好生抓紧时间与他们温年续别，来我这儿寻不痛快做什么？就是，别挡着我侯爷回府的路，赶紧滚！阿姨，阿姨，我错了。你看上昔日情分上原谅我一次，我一定洗心革面。侯府的地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踩的，把他轰走。往后再敢来骚扰侯爷，直接棍棒伺候。是。来，快吃吧，不够我家还有。多谢。你们是将军府的人？将军府是我家，你以后饿了都可以来找我要包子吃。多谢小姐。要我帮忙吗？不用，小馋猫，等着吃就行了。好啊，你可偷袭我！这是我。你练剑时英姿勃发，最为动人，与其他女子都不一样。我就喜你这般模样。当真？当真，你在我眼里是独一无二的。旁人都喜欢温柔娴静的大家闺秀，你会不会嫌我舞刀弄枪的太过粗鄙？你不是粗鄙，只是与寻常闺秀不同。在我眼里，你就是最好的，不必顾及他人眼光。你当真如此想？待我高中，我便娶你为妻，绝无二意。好，我等你。他曾经明明那般喜欢我，怎么如今这般无情？滚！赶紧滚！侯府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怎么样，找到月禅了吗？京城太大了，我寻了2日，根本不见人影。那怎么办？今夜是最后期限，我们必须离京。不能耽误了，我先送你们走，等寻到月禅再送他出城。姑娘，姑爷出门了。备车，把我的斗篷取来，去瞧瞧他们是怎么父女情深的。是。爹儿，小声些，别喊。外祖父，外祖父，都乖，好好听母亲的话。今日一别，此生怕是再难相见。女儿舍不得爹，思远思瑶也舍不得外祖父。放心，日后得空我会去看你们的。他日若有机会，也会接你们回来。这是我半生积存，够你们在平城衣食无忧了。行了，快走吧，晚了就出不了城了。爹，能再抱抱女儿吗？毕竟是我的骨血，也是唯一一个跟着我姓的孩子。世宏，你可一定要找到月传，她是你唯一的妹妹。我知道，母亲放心。往后女儿不能在爹跟前尽孝，一定要多保重身体。爹会的，你们也要好好的。真是好一出父女情深，伤感鼻裂啊！宋玉荣，他怎么会出现在此处？爹，
岳父，夫人，夜里寒凉，你怎的来了？我不来，如何知晓你在外还有个这般大的女儿呢？夫人误会了，她是我认的义女。义女？是。雨明，快见过干娘。见过干。我家姑娘岂是你个贱民能攀扯的？怎么，你不服？夫人既不喜她，那今日我便与她划清界限，往后再无瓜葛。还不赶紧滚！是。夫人，这是作何？欺瞒我20多年，在我眼皮子底下另娶生女，如今还想拿我当傻子糊弄。江修文，你好得很啊！夫人，这东西是谁给你的？此人定是心怀不轨，想离间我们夫妻。江侍郎真是巧舌如簧。听说20多年前，江侍郎便是凭能言善辩、舌战群儒，赢得宋相赏识。今日一见，果真名不虚传。是你害我们都落得这般田地了，他还不放过我们？月禅会不会就是让他抓走了？我们先别提，弄清楚再说。夫人，明侯与陈家的恩怨你不是不知，切莫听信他的挑唆。江大人误会了，这卷宗出自本王之手，保真。雍王殿下，他为何要帮着明仪坑害我？江修文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夫人，我错了，我今日便是想与他断绝关系，往后好好同你过日子。爹，闭嘴！爹不是最疼我了吗？怎么会不要我？夫人，你原谅我，我回去任你处置。好啊，依我宋氏家规，不守妇道的男人当陈堂。夫人，我知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你背叛我20多年，还想让我原谅你？做梦！来人，把他拿下，带回府处置。是。他们如何处置？将宋家的银钱拿回来，赶出城去。这是我们的活命钱，没了他，我们一家都得饿死。放开我母亲！我家姑娘没与你们计较，很是宽宏，还妄图带走宋家的银子，痴心妄想。今日之事，多谢王爷和明侯，还请2位保密。宋夫人放心，我也不想再丢脸一次。宋相乃朝中老臣，国之固骨，本王自是不会让他晚年蒙羞，争名受损。多谢王爷，告辞。爹，外祖，外祖，赶紧往上走！我们也走吧。明仪，我们都要离京了，你为什么还放过我们？今日之果，皆是你们往日种下的因。你们联手图谋我家产的时候，何曾想过放过我？明仪，去死吧！院长，王爷，你受伤了，都流血了，快回去，我给你包扎。好。我要杀了你，我要杀了你！王爷不能喜欢他，不能。月茶，月茶，月茶！哥，我不离开京城，死也不离开。好了，快把衣服穿上吧，别感染风寒了。我手疼，穿不了，你帮我。他定是故意的。从前在战场处身负重伤都能提刀杀敌，如今一点小伤竟不能穿衣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一句对不起就算了。那还要如何？你看了我，
摸了我，理当负责。负责？对，以身相许。只是摸了一下就要以身相许？怎么？你不愿意？不是，只是我成过婚，你是王爷，我们不合适。正好，我没成过婚，你教我。成婚哪还有要人教的？别忘了，你还欠我一杯喜酒，就拿你我成婚的喜酒作陪吧。那，你也还欠我一个奖赏。王爷，我先抵达成文，我赢了。说吧，想要什么？那日我求的事情没有作数，得重新要个奖赏。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你陪我去看夕阳。就这么简单？可不简单。想看到最美的夕阳，得挑一个好天气，爬上最高的山，耐着性子等着落日西沉。那就挑一个好天气，我们一起爬上最高的山，等落日西沉。落日马上沉山了，真美啊！为何突然想看夕阳？这不是夕阳，是大昭的河山，是百姓的安稳，是你我并肩守护的家国天下。既如此，那你可愿与我携手继续守护大昭？我愿。你赠我一场夕阳，我陪你一杯喜酒。我明日就让钦天测算吉日，让礼部筹备大婚事宜。阿西，这杯酒我等了15年，从你第一次进宫我便心悦于你，一直在等你长大，却不想边关战起，我亲征边关时你嫁了他人。这些年我日夜悔痛，耿耿于心，好在老天有眼，又给了我一次机会，我绝不会再错过。你已经喜欢我那么早？是，我心悦你很早，也心悦你很久。对不起，是我让你久等了。无妨，我们来日方长。